Hello，大家好，我是婷婷，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样从出国前雅思6分，最后考到了雅思 A 类8.5分，然后单科成绩是9、8.5、7.58，然后总分8.5这样的一个成绩的。我想可能我就像很多雅思考生一样，然后他们在考到自己想要的成绩之前，都会想，雅思 A 类8.5分，或雅思 A 类8778，这样的一个成绩是不是只有英语学习成绩很好，然后英语能力很高的人才能达到一个这样的成绩？很多人都会打退堂鼓。其实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经过自己的努力，还有一些方法的总结，还有一些思维的改变，我最终达到了一个这样的成绩。所以我就想分享给很多雅思考生，其实不要灰心，即使像我一样雅思或者是英语成绩没有那么高，我曾经在学校的时候英语的成绩真的是中等，或者是可以说是中等偏下的水平。最后我来到了澳洲，然后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努力等等，我最终拿到了一个雅思8.5分，他们相当于平均评分下来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很高的一个分数了，因为9分是满分嘛。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其实你通过自己的努力，或通过我告诉你的一些方法，或者是一些思维的改变，你也有可能达到自己的那个需要的成绩，或者是更高的成绩。加油哦！可能说到雅思考试的秘籍，或者是方法，或者是技巧，大家可能会想，我是不是会介绍一些秘籍，或者是捷径给大家，然后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考到一个这么高的分数，或者快速考到这么高的一个分数。其实我可能要先告诉大家，我这个视频不会告诉大家什么秘诀，然后告诉你什么3天之后你就能考到一个怎么样的分数哈。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走一个非常踏实，或者是一步一个脚印的一个备考的一个计划。所以我就把我所有的曾经备考的心得和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些地方告诉大家，然后希望大家在备考的时候能够吸收我的一些心得和经验，然后能够帮助大家考到自己想要的分数。然后第一个我想说的，或者第一个我想强调的就是一定要先看雅思考试官方的评分标准，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很多考生可能在复习备考雅思的时候，他们可能就直接先拿题就做题，然后题海战术等等，这是我们可能很多中国考生都会有的一个思维模式，就是他会去拿很多题去做，去备考，去看自己做的怎么样。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费时间，然后并不讨好的一个方法。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第一步，在你去做题之前，或者是在你做了1、2套或者3、4套题以后，不要再做了，就是一定要再看一下，你仔细研究一下这个雅思官方评分标准。因为这个官方评分标准就是一个他们雅思考官打分的一个基准，这个基准就相当于你的一个游戏规则。就像其实雅思考试每个考试都像一个游戏，每个游戏都是有不同的游戏规则的。如果就像我们说的，很多人会考 PTE 或者是雅思，然后或者是托福等等，其实他们并不是说都是说他们都是英语考试，然后只要你的英语水平达到怎么样，你就可以达到一个怎么样的成绩。其实我感觉并不是这样，因为他们每一个考试，他们的考试规则或者他们考试的评分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研究一下雅思考试的评分标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游戏规则。你要去玩这个游戏，你第一要先知道它的游戏的评分规则、评分标准是什么，所以你才能知道你怎么样才能拿到更多的分，怎么样你可能才会是丢分或失分，怎么样你可能才会通关
等等，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花一些时间去研究，然后去读透它的一些评分标准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点和需要考虑的地方就是你的决心有多大。决心非常重要，决心决定了你想要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我知道很多人考雅思有很多目的，比如说为了出国留学，或者是为了某个签证，或者是为了移民等等等等。所以你在想，你要想你想去干成这件事，你想要去留学，想要去开眼界，想去外面看一看，或者想去移民到某个国家的愿望有多大？愿望越大，决心越大。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要去考虑你要达到这个目标的各种可能性有哪些，然后你要去看是不是考雅思是你唯一的一个达到你这个目标的可能性。比如说拿我这个专业来做比方吧。澳洲教师这个专业有它的特殊性，考雅思考到 A 类8778并不是唯一拿到教师资格证或者是唯一拿到教师职业评估的唯一途径。它还有其他途径，比如说，它可以是你选择再读2年书，凑到高等教育4年，在英语国家读高等教育4年以后就可以免雅思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很多人，比如说读完2年的硕士，他会再选择再去读2年的硕士，然后这样子凑到4年的学习以后，他就可以免雅思，不用再去考雅思考试，直接拿到澳洲的教师资格证或者是教师的职业评估，然后去申请移民。其实这是一个途径，非常好，非常是一个可以选的途径，但是可能就想你有没有这个资金和时间去做这件事。还有一个就是配偶移民，如果你想要去留在澳洲，其实很多人会选择配偶移民。其实配偶移民也是一个移民的方式，所以如果你想要达到这个目标在这，然后其实有很多路径去达到你的目标，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你就要自己问自己，你要考雅思这件事是不是唯一一个路径帮助你去达到你自己的目标的？是不是考过雅思某一个水平是你唯一能够去做，然后实现自己梦想的？这个如果是雅思是唯一的一个可能性的话，我就会说，那时候你可能你的决心就会非常非常大了。尤其是在你的愿望非常大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我没有其他办法，可是我没有钱再去读2年书了，我也没有配偶，我也没有办法走配偶移民，我也没有办法走其他路径去达到我这个愿望或者这个目标。考过雅思是我唯一可以做的，然后这个就是你的一个算是一个压力也好，或者是算是一个帮助你去增大你决心的一个助压剂也好，等等。我觉得其实你要先去想清楚自己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因为在考雅思的路上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其实可能很多考生都会知道，考雅思不是可能考一次就通过的，有很多人就会考很多很多次，10几次、20几次，甚至好多好多次。所以这个时候，你在考雅思的路上，你会碰到很多很多困难的时候，你就会有时候自己会给自己一些打退堂鼓的机会。在你打退堂鼓的时候，你就会想，我可不可以走其他路？我可不可以走其他路？你就会去想，我有没有其他办法去避免我去考雅思？所以我觉得，在你考雅思或者复习雅思之前，想清楚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当你在打退堂鼓的时候，你再去做其他决定的时候，第一是浪费时间，第二是可能并不帮助你去通过雅思考试。所以一定想清楚，你想走其他路就去走其他路，如果不想走其他路，真的是想考雅思，或者是考雅思是你唯一一条路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来听一听考雅思到底有哪些方法，或者是有哪些你可以做的，然后去帮助你达到一个很高的成绩吧。在分享我的一些考试心得之前呢，我想要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一个雅思的成绩，所以也可以告诉大家，其实我是真实的考到那个成绩的。
我知道雅思的听力和阅读，很多人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尤其对我们很多的中国考生，大多数都是能够达到他们想要的成绩的，所以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我就想大概的提醒一下，对于比如说需要学习一些听力和阅读技巧的考生，我只能说给你一个唯一的我自己的心得，就是多练，而且是多总结。不只是多练，多练不是说题海战术多练，就是你每练一套题，或者是每练一个section，你要去总结，然后去看你的答案，或者是听原文等等，然后去总结为什么你做错了，然后拿一个总结本，最好拿个总结本记录下来你这个错误，然后错误的原因，然后想一想，下次怎么样避免这个错误，怎么样能够提高。阅读也是一样。你去做一套题，然后是做一篇文章，然后把那些错误的题，然后记录下来，然后看一下他们那个正确答案，为什么选这个正确答案。如果你实在不明白，去百度、Google 或者是其他地方去搜，有可能会有网上会有很多人去解答为什么这道题选这个，为什么这道题选这个。然后实在不明白，可能你会有一些老师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支持的朋友啊等等，你可以去问他们，为什么这道题选这个？你能帮我解答一下吗？我不明白，我选的是这个，为什么不能选这个呢？我当时选这个理解是因为他比如说原文说了什么什么什么，或者原文写了这个，难道不应该是这个吗？当你去跟老师或者是朋友去解释为什么你选这个，而你不明白为什么要选那个正确答案的时候，其实你是有很多processing 在你的脑子里面的，然后他在给你去在讲的时候，当你恍然大悟的那一刹那，你就会其实你学到的特别多，而且你会记忆特别深，因为你在 processing 的时候就是已经脑子里面过了很多很多信息了，然后当你恍然大悟知道为什么选这个正确答案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想原来如此，原来我是因为这一点理解错了。然后其实如果你这个坑不把它填满的话，你下次遇到比如说类似的答案，因为类似的题目，因为雅思会有很多比如说相似的题目的，他们的可能坑有时候也是比较相似的，下一道题遇到相似的坑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会踩进去，所以你今天把这个坑填满了，下次你再遇到另外一个坑的时候，你就会想这不是我上次遇到那个坑吗？我知道这次应该选这个了。好了，下面我来说说写作吧，因为写作我觉得可能是很多考生的一个头疼的一个点，他们就会觉得我练很多写作，然后我可能也背了很多的范文，为什么最后我考试的时候还是没有拿到那个我想要的成绩？其实很多人，比如说只要7，然后但是他一直卡在6或者是6.5，就那个0.5分，为什么？其实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当时写作，我之前在出国之前写作也很一般，也就是有时候6，有时候也就5.5这个样的成绩哈，非常非常低。然后我在一个在复习考试，然后某一个节点，我发现在那个节点以后，我发现我真的是写作没有办法下7了。我就是每次考试我都是7或者是7.5，7或者是7.5，还有一次考了一个8，就像我刚才展示给大家的。我因为考那么多，我是因为澳洲教师注册它必须是雅思A 类一次性通过8778，所以我有时候可能就是雅思其他的类其他科目，比如说听力、阅读、写作都过了，然后我就是卡在那个口语上面，或者是有时候口语像我刚才展示给大家的，我口语过了，然后我写作可能会偶然间突然一次，那次我都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间给了我个6.5，因为我就是考了很多次以后，发现我根本就不会下7，就是7和7.5，一直是7和7.5的。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想要达到一个就是一直能保持到写作7和7.5或者7以上，你要怎么做？说到雅思写作呀，可能很多人都会去买一些书啊，或者一些
书里面会有一些范文啊，或者一些课程里面会教给你一些范文啊，等等等等。然后他可能会，比如说你可能会去背一些范文，比如说在讲这个 topic 的时候，在讲这个类题目的时候，哎，我可能会用这些范文啊，这些例句去写哈，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个人建议是大家就是备考的时候最好一开始不要这么做，因为其实如果你想只拿到6和6.5的话，没问题，背一些范文，可能会帮助你就是有一些很好的表达的句子啊、词组啊等等等等，然后最后你可能拿到一个6.5啊、6啊等等，应该是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想拿7、7.5或者是8这样的成绩的话，我觉得不建议这样做，而且我觉得这样做也没有什么效果。我建议大家，其实最重要的是，第一就是要去找一个老师，或者是如果你在澳洲，我会给大家推荐，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会给大家推荐我曾经用的一些tutors，他们帮助了在我的那个雅思写作上帮助了我很多。就是第一个要找一个 tutor 或者是老师，能帮助你去教你怎么样去审题。就是审题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不要理解，就是题目不就是这么2行字嘛，有什么可审的？不就是找一下关键字，圈一下那个就什么核心 topic， 然后然后到时候去写就行了嘛？真的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审题真的是可以练很久的，因为我知道我知道国内有一个老师是专门帮同学练审题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去练审题，审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题目有很多信息，虽然是2行，但是有很多信息。第一就是你要先看它是哪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是问你是问你 opinions 的，还是问你那个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是问你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还是问你倾向于哪一个利或者弊，或者你觉得你觉得是不是利大于弊等等等等，这是一个题目归类的一个审题。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那个 topic 那个核心词的一个找核心词的一个点。还有一个是关于人类，就是它可能会有很多限制类的，就是不是说你光找了一个核心词就可以了，它可能是对于不同人的，或者是对于不同国家或等等。它某一个词的一个出现在一个题目里，可能就会跟你曾经准备的那些核心题目对应的一些范文，它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吗？所以找一个老师帮助你一起去练审题，怎么样去审题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我当时找了一个老师，澳洲的一个老师，然后他是雅思曾经的雅思考官，然后他也是 local。所以呢，他当时帮我练审题的时候，他一开始我当时就是非常的纠结，为什么雅思一直没过，然后去找他，他就帮我练审题，练了很久，然后就觉得我为什么审题的时候要这么想，然后我当时写的东西很多很多，然后涵盖了很多内容，然后我就觉得我用了很多非常好看的词组啊，非常好看的句子呀，然后最后被他批的一无是处哈，他就觉得这完全你写的跟那个题目是完全不是题目所问的，而且你就没有达到题目那个考官想要了解的那个点，你知道吗？其实考官出这道题他是想要看到一些东西的，然后你就要知道考官出这道题他想看什么，你达到他那个想看的点了，他才会真的给你高分。如果你写了很多漂亮的词组，跟那个他想看到的东西或者他想问的东西完全不相干，就再好看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找一个考官，或者最好是英语母语的考官，帮你分析一下怎么样去分析题。因为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们不同语言的关系，中文和英语不同语言的关系，我们的思维上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找一个，比如说母语是英语的，然后他又是考官，他有了解雅思考试的，然后帮你去分析一下怎么样去理解题，怎么样去审题，怎么样快速的破解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学会审题以后呀，然后你就要去怎么说呢？写作真的是多练、多写、多改。没有别的办法，真的写作就是比如说，你就想象一下，你用中文写文章吧，就是我们比如说语文写作，你想写得好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呀，就是写呀，就是多读啊，多读多写多模仿。所以这个时候，你知道怎么审题了以后，我觉得你可以就是来，比如说阅读一些好的范文啊，然后学习一下好的词组啊。我还是建议不要大段的背那个范文，我建议是摘抄或者是能够背一些，比如说它的好的里面的范文里面好的句子。或者好的那个例子或者是用法，例子非常重要，因为在雅思考试的写作里面，例子占了很大的比例。就是你光说啊，我认为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我怎么样，我觉得或者是谁说了什么什么这样子。其实可能这是我们在中国思维里是没有意识到，因为我们说话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在英语的国家中，或者在英语体系中，他们非常注重例子，就是你说了这个点，你说了这个论点以后，你一定要有一个论据的支撑，就是你要有个例子来支撑。真的是这样吗？谁告诉你你就有什么样的例子让你觉得你这样的认为就是对的？所以就是在你看范文，或者是在看好的文章，或者是即使在你在做阅读的时候，如果你发现好的例子或者是好的句子，就把它摘抄下来。就是在背的时候，不要背单个的词，或者是不要背就单一整个的一个大段话，也不要背某一个词组啊词什么的，要背就背一整句话，或者是背整个例子。然后这整句话好的那个句子或者好的例子，对你以后比如说写作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我就刚才还说要多练，一定要多练，就是多写多练。我记得我当时在备考的时候，我几乎是每天都写一篇大作文或者是小作文，或者是每天我就写一篇小作文和一篇大作文，就是几乎就一天2篇作文吧，一小一大。因为小作文你也要练，小作文虽然可能没有大作文这么的怎么说呢？因为小作文可能会系统性更强，就是规则性更强。大家在练的时候，可能老师会有给你一些技巧，怎么样审题啊，等等等等。我今天可能主要先说一下大作文。如果大家有需要我去讲一下怎么写小作文的话，我可以在下期可能再着重一下讲一下小作文。我今天主要是讲大作文的情况，就是说大作文如果你要准备的时候，就是真的是要多练多写。就是写完，但是一定要改，不要自己写完就放在那说，哎，好，我今天完成任务了，我终于写了一篇作文，然后如释重负，我可以去玩了，可以去吃点东西了，可以去看看连续剧了，就是这个就是有点自欺欺人啊，就是欺骗自己。不要说你写完了就是完成任务，一定要是找人改，就是找老师或者是找那种专业人士。像我当时找的也是一个雅思的前考官，他帮我每天去改，他也他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尽责。我觉得我能考过也是非常的感谢他。他帮我改了很多很多作文，我几乎就每天给他发邮件我说今天写了2篇作文，你帮我改一下，他就帮我改，然后可能他有时候就是几个小时后就回给我，然后就看，为什么这点用的不对呀，等等等等，因为有时候你觉得你用的非常好的词组或非常怎么样的，在他们专业人士或者是考官眼中看。就很奇怪，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非常好的，一篇文章写的非常好的文章，或者用的非常好的词组，反而没有得到考官的那种欣赏，
然后我们有时候觉得非常普通的，非常不闪光的，或者写的，我觉得我这篇文章写的不太好，反而最后拿的分还比我们预期的高呢，或者是考官还觉得还挺好的呢。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能自我认识中觉得好的，或者是自我认识中的一些东西，可能跟专业人士或者是考官会有一些偏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找专业人士，或者是考官，或者是最好就是懂雅思考试，然后最好也是英语是母语的一个人去帮你改的。改是非常非常重要，在改完以后，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总结。我一定要再强调总结，因为我觉得我能通过这个考试很大很大的原因，就是很大很大的原因就是我总结，我很爱总结，你知道吗？不管是听力、阅读、写作、口语，我都总结。就是你犯了错，错不是一个让自己觉得羞辱的地方哈，我觉得我没做好，因为我们都不是英语母语的一个考生，所以英语不要再强调说我一定要达到怎么样 perfect 就是完美的程度才能通过考试，不会有 perfect 情况的。就像我现在通过了雅思8778，我现在比如说跟外国人说话，就是英语的人说话，我也是经常错误百出的，就是而且我也保证我肯定在考试的时候犯了很多错误，所以不可能不犯错误，但是犯错误一定要总结，然后总结下来以后，你就会发现你会学到很多，而且你下次可能就不再会犯这个错误。所以总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找别人去多练，然后找别人改，然后多写多练，找别人多改，然后就是多总结，一定要总结。重要的事情说3遍。最后关于那个写作，我再说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吧，就是最后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在考试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不管平时你在练写作的时候怎么样，可能我自己在平时在练写作的时候，也可能没有对时间把控这么严格哈。但是就是说在考试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有一个这个时间的观念。而且最好在练的时候，最好也有时间的观念最好。但是我就想说，在考试的时候，虽然你有时间观念，但是不要着急，就一定要花2到5分钟去审题。大家会觉得5分钟这个有点太夸张了吧？这个本来时间我就觉得写作时间不够啊，我还要浪费5分钟去审题。大家一定不要觉得这是浪费时间，就是我跟大家诚心说，我那次考到写作8分的那一次，我就碰到了一道写作的题，就是非常非常难的一道题，非常难写的一道题。我具体忘记是哪道题，但是我记得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道题非常难写，我没有思路，我不知道怎么写。我就花了5分钟想我怎么写，我真的花了5分钟，因为我当时是机考，我可以看到那个时间。我花了5分钟，我就想，我这个怎么写？我到底要写什么？我先写什么，后写什么？然后我用哪个例子来支撑我第一个，用哪个例子来支撑第二个？就是你不用写很多，但是你起码有一个，就是有点像那个线图一样，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 plan。我真的花了5分钟，可能是5分多钟再去做那个 plan， 然后我最后写可能也就写了250多吧，就是刚刚好多几个字，就是我记得最少写250个字嘛，大作文，我当时可能就写了255或者252或251，就是过了，就是我达到那个字数标准了，然后但是没超很多，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写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记得当时那道题非常难，我不知道写什么，而且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思路，所以我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去想我怎么写，然后我最后也就才写了200多个字，然后我最后拿了8分。所以我真的是想跟大家说，这个审题还有花时间去 plan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我每次考试都会花2到5分钟去 plan， 然后所以我每次其实考都会大概7.5啊，
最少是7呀。就是我每次都会花5分钟，或者是比如说好写的题目，就可能花到2分钟左右，因为我有思路嘛，我2分钟就够了。但是一定要 plan， 我每次都会 plan 的，就是大家不要拿到题目读了一遍你就会觉得你自己明白，你知道你怎么写了，你就开始写。因为我每次其实在考场我都会听到，因为大家时间其实考试就是做题目的事情都差不多嘛。我就听到很多人就开始老师说好，开始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写作了，然后很多就开始写了，我就想，咦，他们就是这为什么就马上写了呀？我还在那做 plan 呢。我真的是在每次我都会听到周围人都是在巴拉巴拉巴拉都已经开始打了，就打特别多的时候。就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不要受旁边人的影响，他们打就他们打吧，因为他们可能就只需要6分啊，他们可能就只需要6.5分啊，没关系。就是他们如果打字你听见了，或者他们开始写了，没关系，就让他们写，不要管他们，你就做你的 plan。因为我每次都听到别人都开始打了，巴拉巴拉打很快，然后我还在那儿一个字没打呢，我就是在我的草稿纸上我还在想我写什么呢。然后过了5分钟以后，别人可能都开始打得慢了，可能他们边打边想，边想边打嘛。然后我那时候他们都有点开始慢下来的时候，我在想，我可以开始写了，因为我的 plan 做好了。就是真的，我每次都是这样，所以不要受别人干扰，就是一定要做自己的 plan， 花5分钟去做 plan， 你就会觉得受益匪浅。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控制自己的字数。第一是要因为我是一种非常容易写多的人，我不知道大家的情况是没有思路写的少，还是容易写多。如果是大家跟我一样，就是容易写到300多字或400多字那种人的话，就一定要控制自己的字数。就是你虽然有很多思路，但是一定要控制住自己，找那个最切合那个题目的那个论点和论据来写，不要写多。我记得我每次写300多快400字的时候，我可能也就拿个，因为我是之前考的那几次都是写很多，然后就只拿到个6.5分，然后顶多就7分。然后我就发现我后来就控制住自己，改了这个毛病。而且你写的多可能并不代表你的思路多，可能是你的废话多，就是你不知道怎么用更好的更简洁的句子来表达你这个思路。所以大家一定要学，就是我有这个思路，我想去表达这个思路，我怎么样去用更地道更简洁的话去表达这句话，而不是说我来用很多的话来凑这个字数来表达这一个观点。比如说别人用1句话能表达这个观点，我需要用3句话来表达这个观点。我就是曾经会有这个毛病，所以我一写就写到300字，300多400字。然后我就发现这个毛病以后，我的老师也会一直在跟我强调不要写这么多，然后控制，然后自己在想怎么样去用更简洁的话表达更好的意思啊等等。然后我就记得我从后面就是一直考7.5、8分的时候，就是我的字数一直都是控制到300字以下，就一定要控制到300字以下。可能300几也还行吧，就是说不要超太多啊，不要写到380啊、350，就真的多了。因为考官可能看烦了也，然后他可能也会觉得你写的不简洁，不一针见血，然后或者是他觉得因为你写的多的时候，你可能时间就剩的少，你时间剩的少的话，你可能就检查的时间就没有，你检查时间没有的话，你可能就会出的错误就多。就是一定不要觉得自己英语这篇文章写下来我已经很注意了，我可能就不会犯语法错误，真的可能会犯很多语法错误。所以不要写太多，写到个250到290之间差不多了。然后呢，剩下的时间干什么？就检查，然后检查这语法错误，检查spelling 错误，检查其他错误等等等等。你检查出来错误越多，然后考官发现的错误就越少，所以你拿到的分也会越高。哇，没想到一下子跟大家说了这么多，
这期视频可能太长，所以呢，我打算把这期视频分成2期视频来做给大家。今天我只给大家讲一下我是怎么样去备考雅思写作，然后怎么样考到雅思写作能够保持到7分以上，7.5，或者是甚至考到了8分这样一个成绩的。然后下面一个视频，我会跟大家具体来讲一下我是怎么样备考雅思口语的，然后怎么样去准备雅思口语，然后拿到雅思口语8分这样一个成绩的。而且可能下次我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考试心态的问题。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重要。虽然大家可能会觉得考试心态或者是考试的一个思想并不会影响很大，因为考试就是考试嘛。其实我想跟大家说，考试心态是我的一个压轴的一个题目，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留在下期跟大家最后压轴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准备一个考试心态。好了，下次跟大家分享考试雅思考试口语的一些心得和技巧，还有考试心态。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